比特币今天跟随美股一路上涨，多头持续发力，是不是马上能够见到7万大关？后续怎么走？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来到比特币的盘面，先看日线。日线的话，昨天收了一根阳线啊，伴随量能的轻微放大，而且前面的话低点已经出现了跌破收回。那么既然已经站回到了这一边，并没有止跌的一个现象，而且还要再继续往上涨，是不是会触碰到前方的一个高点呢？那我个人觉得它有可能在这里呢持续盘整一段时间，接着呢才去往上冲，然后拿到这个 68K 的流动性，然后再回来。但是再到 68K 之前呢，可能会有点磨人，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耐心等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其实距离这个上方的平行高点啊并不远，很近，往上面来一下呢是比较轻松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清算地图看出来，清算地图呢价格现在要往上继续涨，马上就会来到一个清算就是比较密集区，大概集中在6万7到7万这一坨，那它都是有大量的流动性积累的。所以说庄家既然走到这里呢，很有可能会一鼓作气把上面扫掉之后，再去下面摸6万这一小坨。那相对应的价格如果继续上冲来这里拿流动性，那从指标角度来看呢 ，RSI 从底部开始反弹，现在是金叉在中轨上方，离超卖区间呢还有段距离，也就是说它接下来仍有继续上涨的空间。那继续上涨的话，目标位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这个图呢是比特币短期持有者成本数据图，可以看到图中的红线呢是短期持有者的成本基础，那这个红线所处的值的话是在69500。22年的12月、23年的10月、24年的9月，这几次多头拉升呢都发生在价格突破红线、超越红线之后才开始。那现在的话虽然还没有到，但是也马上触碰到了。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之后进行突破，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如果价格再次接近了短期持有者他们成本线之后，有没有可能它这一次即便有回踩，也不可能再去创新低，就是在6万左右呢去附近进行盘整，或者说接下来有一个大级别的爆量上传。那我认为它这一次出现爆量上传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从流动性数据来看，它的确是在迅速接近底部，也没有错，但是它还没有达到过往熊市当中都会出现的一个完全重置。所以认为接下来呢，就会在短期持有者成本线跟200天均线差不多在6万8和7万1左右附近再次回踩，然后呢，在5万到6万范围去形成一个大底。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最近1-2周呢就有一个爆量上传？我认为这种目前要出现状况的可能性，就是市场要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现在唯一符合这个条件，大家都认为它的机会非常渺茫的一个利好，就是清晰法案的最终结果。如果谢继训呢赶在8月7号，也就是美国国会休会之前，然后一路完成闯关，或许呢不会再创新低，甚至可能爆量上传，这就有可能发生。那不过呢，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最新的进度到哪里啊？简单来说，接下来参议院必须先获得60票通过，接着呢再送回众议院再次批准，接着两院都通过最终版本之后呢，川普签字，然后政策去生效。那以上这些流程都需要在2周内去完成，所以的确是比较高难度的。但是今天早上也有传出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川普目前在道德规范方面已经跟民主党达成共识。那我们都知道，由于就是去年川普在加密货币上赚的钱就已经高达14亿了，对吧？所以这个规范基本上是在限制川普，也就是之前清晰法案一直被卡关的原因之一。但是川普在这方面谈好之后呢，也是增加了一些希望。所以我是说，既然谁都没有办法去知道清晰法案的最终结果是如何，但在熊市的最后时间段，我们应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既然提到了川普，我们就提一下战争的事情啊。战争的话又全面扩大，伊朗的革命军队又袭击了美军的营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一路上冲，现在来到了87块。87块的话已经回补了前方的缺口，而且已经来到了之前下跌跌破的颈线位置。不光原油在涨，黄金的话也在涨，黄金已经出现了大概4连阳，现在已经来到了4118。似乎呢还形成了一个 W 底的底部结构，所以这一波呢还是比较强势的。那美股在昨天的话也涨了，纳斯达克也涨 1.29%， 主要的工程就是芯片板块在涨，比如说美光，比如说闪迪都涨了不少。更值得一提的是呢，微策略的话它也有在涨，感觉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再说到美联储的利息决议啊，那距离目前美联储7月的议息会议越来越近，但是7月底议息会议加息概率却在持续上升。主要是因为近期美联储一些官员的鹰派言论，另外市场对于清晰法案的讨论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只能说在目前 Polo Market 上面，清晰法案在26年通过的概率仍然不足50%。比特币现货 ETF 在昨天再度实现了资金的净流入，并且单日超过2亿，可以说本周以来的势头非常好。在近期通过 ETF 方式重新加仓比特币的资金，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美股市场足球世界杯退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美股市场的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
昨天美股的三大指数均是以收涨结束，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接近120收涨，那包括美股当中的 B 股板块，比如说微策略股价重新站回$100之上，单日上涨幅度超过 4%， 谷歌的股价的话也重新回到$71，单日上涨 8.6%， 以及 Coinbase 的股价回到了当前的175，同样有着单日接近110%的上涨幅度。单从美股层面来讲，资金也回流到这些加密相关的股票，存储板块更不用多说，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之后呢，也迎来一波反弹。美光单日上涨 12%， 回到970，还有就是 SK 海力士在今天的涨幅也非常不错。但是比较反常的话是韩国股市，韩国股市综合指数 KOSPI 在早盘的时候呢有接近 5% 的涨幅，但是现在已经回落至了6800点，几乎是抹平了当日的 5% 的涨幅。包括三星电子以及韩国 SK 海力士在今天均是高开低走，甚至海力士现在已经收跌。那在这里呢也插播一下什么叫做熔断，因为你最近可以发现韩国股市经常会出现熔断这个东西啊。熔断的话它其实就像电线短路时保险丝就是熔断跳闸一样，当市场某个资产或者整个大盘涨得太狂暴或者是跌得太惨烈的时候呢，交易所的系统会自动拉闸停电，强行就是暂停交易一段时间，这个现象被称之为熔断。那这主要是给情绪失控的投资者和高频交易程序一个冷静期，防止恐慌性抛售或者盲目追高引发系统性的崩溃。总体来说，比特币这2天无事发生。另外我自己也有疑问，眼下是适合抄底的时间吗？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有答案，你只要去想的是你在6万买入，然后呢价格跌到5万会让你比较难受，还是说你在6万的时候没有买，但市场的就预期很好，它价格已经提前上涨，让你踏空会比较难受。谁不想买在最低点？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市场会怎么走，尤其在华尔街这帮精英介入之后，市场整体结构就已经有所改变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人都在看同一个周期指标，所有人都能够就成功抄底，你觉得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会很高吗？我觉得这种几率是偏低的。另外呢，一定要选择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范围去做定投啊。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你的钱永远只能你自己负责，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 20% 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 20% 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 30% 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 20% 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